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揭秘，诚意转型长安24季，复仇者 or 救赎者。你知道吗？最近有部剧刚刚杀青，就引爆了全网的热议。这部剧就是《长安24季》。程毅饰演的谢怀安不仅在预告片中3秒眼神戏直接点燃争议，更是让观众们纷纷猜测，这次程毅是要演梅长苏吗？我们来看下这个事的主要信息。雨幕滂沱的长安街头，一袭白衣的男子执伞而立，怀中紧抱的灵牌被雨水冲刷得发亮。他垂眸凝视牌位上的名字，睫毛颤动间，一滴水珠滑落，分不清是雨还是泪。下一秒，镜头切近他的双眼，恨意如刀锋般刺破荧幕。我要的是杀穿整个长安。这一幕来自刚刚杀青的《长安24季》预告片，程毅饰演的谢怀安仅用3秒眼神戏，直接点燃全网争议。说白了，《长安24季》和《琅琊榜》虽然都是谋士复仇的故事，但两者在角色设定上有着天壤之别。梅长苏为昭雪冤案隐忍10年，而谢怀安却要掀翻整个棋盘。这种极致反差，在角色造型上更显撕裂感。梅长苏的狐裘大氅尽显病弱贵气，谢怀安却以黑白鹤发造型登场，凌乱发丝间藏着未愈的刀疤，白衣下摆永远沾着血渍与泥泞。导演潘安子透露，白发象征他10年蛰伏的煎熬，而黑衣上的金线刺绣，暗喻他早已被权力腐蚀成棋局中的恶龙。从吐血专业户到眼神杀人，程毅在这部剧中彻底颠覆了以往的形象。他在《琉璃》里吐血的雨丝凤莲花楼中咳血的李莲花，让他被戏称古偶吐血第一人。但在《长安24季》片场，他主动要求删减吐血戏份。谢怀安的痛不在身体，而在灵魂。一场与刘义军的君臣对峙戏中，程毅仅用嘴角肌肉的细微抽搐，就演出了谋士面对帝王威压时的恐惧与兴奋交织。老戏骨修罗场，权谋博弈的顶级拉扯。刘义军饰演的帝王萧武阳，堪称梅长苏与梁帝的结合体。他一面将谢怀安当作铲除权臣的利刃，一面在深夜独自抚摸皇子画像，眼神中透出迟暮帝王的孤独。王劲松则颠覆性出演落魄文士，衣衫褴褛却句句诛心。长安不缺聪明人，缺的是清醒人。这句台词被网友称为2025职场生存指南。惊艳的是张涵予的反派枭雄，他饰演的严凤山既有武将豪迈，又在庆功宴上突然折断酒杯，用瓷片抵住谢怀安咽喉。你以为我看不出你是卧底？这场戏的即兴发挥让导演舍不得喊卡，程毅脖梗真实渗血的画面最终被保留。总的来说呀，我们为什么需要谢怀安？琅琊榜用家国情怀打动70后、80后，长安24季正在用职场后黑学戳中90后、00后。谢怀安的火攻藏兵相被解读为办公室政治，如何借领导之手清除对手。他的离间计则被做成对付 PUA 领导的36计短视频。甚至有观众在超话发起投票，如果你是谢怀安，会原谅仇敌吗？85%选择以牙还牙，评论区最高赞回答：现实不是爽文，但至少能在剧里痛快一回。